繼承到就完了嗎？你人生完了，还不用想太多。中位数的平均薪資大概5萬多了，5萬多，請問你怎麼買房子？早一點睡啦，夢中什麼都有。假設說你父母親大安區的公寓，你不要讓白痴一直在那邊等去買。房子我們3兄弟都有，但是现金在誰的手上？我買房子我挖到，交屋的時候還有。下班去你家，我是尚華。有些人呢，辛辛苦苦了20年才終於抵達終點，但是有人一出生就贏在起跑點。你知道嗎？在2024年台灣的遺產總額高達了1.32兆，這相當於是整個冰島的 GDP。所以呢，有個富爸爸真的很重要嗎？今天我們節目特別找來了我們宣迷二老，要來跟大家好好聊聊。今天歡迎朱哥。大家好，我是朱哥。還有我們的帥大哥，大家好，帥過頭。大家都知道，兩位資產非常的雄厚。如果呢，我今天是你們的女兒，我有個朱爸爸跟帥爸爸，你們各自有一个大安區或信義區的房子，3000萬，繼承給我，你們會用什麼樣的方式？因為現在不是有買賣啊，或者是繼承啊，或是贈與啊，或是贈與嘛。你們會各自想要用什麼樣的方法？我當然要繼承啊！房子在我名下的時候，你會3不5時的，爸爸好，你最近怎麼樣？請安問好。對呀、常常回來。因為年紀大了以後，早有人說我要去看個病，對不對？不然的話，我跟你講，房子過去以後，去死好啦，對不？對不對？我講的對不對？所以我的想法就是，就第一個一定辦繼承，第二件事情辦繼承，你想想看，那個老房子幾十年下來，那個增值稅很高呢。直接繼承的話，那個增值稅就免了。等到以後他要賣的時候，他再重新起算。所以這樣子的話，當然對我比較划算啦。而且繼承我們還有一個1333萬的免稅額啊。會那麼現實嗎？啊，我兒子就是已讀不回。真的嗎？還好房子沒有過給他。他過年都單獨一個人過，我過年也單獨一個人。那你們兩個一起過啊？我們是孝順的最後一代。也是被不孝的第一代，我們都不認為兒女會孝順。我房子多的話，給我女兒會用買賣。為什麼？那我給她300萬，超過56要10%，5.6萬。找會計師辦一下，我給我女兒，你就有300萬，我再用公證，我再借給你700萬。對，那你不就哇1000萬，然後你買我3000萬房子用買賣？你不會擔心剛剛朱哥講的那個，你現在就把它買賣給他了，讓他可以拿走了？過跟不過有差嗎？你手上有現金，啊，你現在過去的話，3000萬不是1000萬了嗎？對。啊，他不是貸款2000萬嗎？對。我是屋主，2000萬是我拿的，買賣要給我2000萬，我就放在台積電那邊，台積電會孝順我。碰到這個繼承問題，爸爸媽媽不是窮到只有房子，你這樣就沒有任何技術含量。我們現在來講一點技術，像我媽那時候住新店的時候，3兄弟只有我買房子，我買了一間，我媽就會給我錢，我再買一間，她再給我錢。我哥跟我弟弟沒買，我在幹什麼？先提早把他的錢拿走。除了房子之外，還有現金，所以我目標去挖現金。你們的兄弟姐妹會不會嫉妒，說你爸爸媽媽的錢都挖出來了？不公平，憑什麼先給你現金？不公平呢？啊，我都已經挖到了，還要怎麼樣？假設說你父母親大安區的公寓，你不要讓白痴一直在那邊等去買。新莊文仔進一個一手4年蓋好，你可以挖4年。交屋的時候還有交屋的時候還有差額，再挖一筆。這個房子我們3兄弟都有，但是現金在誰的手上？我買房子我挖到。那你女兒現在要回來給你挖600萬？我又不是白痴，往往是我想的。可是我很好奇耶，剛剛朱爸爸跟帥爸爸，你們一個是選繼承，一個選買賣，為什麼沒有人選贈與？因為我覺得贈與很麻煩，大家都以為說贈與的時候可以省到稅。我這樣跟你講，現在目前1年的話，父母親各244萬，你父母親都健在的話也488萬。對，而且你不要以為說你這樣贈與都沒有什麼問題哦。如果你要採取贈與的話，你必須要去國稅局去申報，他要看你的金流。而且必須是從我們的賬戶去把錢匯到小孩的賬戶裡面，有這個金流下去的時候才會是合法的，不然到時候我告訴你，國稅局保留了7年的時候，他會給你去追稅，所以我們不喜歡去做贈與，原因是麻煩。如果是房屋的贈與的話，每年488萬這樣慢慢的分割給孩子嗎？如果去做贈與的時候，480萬，其他的部分就是說把它繳一點稅繳掉就好了，就直接過給他，不要去拖，因為拖的時候中間你那個時間
會有什麼變故不曉得。但如果爸爸媽媽他真的是從比較早就開始做這個規劃，比如他50歲就開始逐年分批的贈與，會不會是到最後是這3種方式裡面最節省的一個方法？不會。不曉得你有沒有這樣子的一個經驗哦？用完掃地機器人過後呢，還是會覺得很髒，不夠乾淨。尤其仔細一看，地板竟然還是有水痕呢，光腳一踩上去，還會覺得有一點黏黏的。今天要帶大家開箱的就是石頭科技全新推出的這一台 Ceros 20 Sonic 聲波騎士，一起來看看有哪些功能升級吧。我們先來看看第一個亮點，就是有強震聲波托布，還有沿邊設計。上工嘍，上工嘍！強震聲波拖地系統具備每分鐘4000次高頻震動，可以震出地板縫隙的污垢。它也模擬人手重擦的力道，可以輕輕鬆鬆就擦掉水痕。像是廚房常見那種滴到地上的陳年咖啡漬啊，或是小朋友滴下的果汁，這種高頻震動就能像人手加壓一樣把它給擦掉。你看，真的清得很乾淨哎！而且拖布外擴的設計也擴大清潔的範圍，以前牆壁邊邊角角容易擦不到的地方，現在也都可以擦得很乾淨。來看到這一台擁有智慧升降 LDS 導航系統，一般機器人呢，因為太高了，沒有辦法進到像這樣子沙發的一個底部，或者是櫃子底部這樣子的一個空間。不過這一台呢，可以自動感應家具的高度，還可以調整升降，最低呢可以進到7.95 cm 的矮空間，所以以後我要清掃的話，就不用特別搬開家具，非常方便。它的雙門檻越障技術，很多家庭陽台或浴室門檻比較高，舊款機器人常在那邊轉圈圈呼救。但是這一台呢，具備獨家4.5加4.3 cm 的連續越障設計，是一台會爬樓梯的機器人哦。你看，不管是後地毯還是浴室台階，真的都沒有問題耶，再也不用擔心掃地機器人會原地撞牆了。Ceros 20 Sonic 這次有幾個核心的功能，包括強勁吸力、3重零纏繞系統、AI 避障系統，還有全自動高溫清潔基座。所以這一回呢，不只是有功能升級而已，還可以幫你省下很多要補打掃的時間。如果你家門檻很多，或者是家具底部的空間比較低矮的話，那這一台絕对會是你的首選啦。更多資訊在底下資訊欄。你功能太多了吧？真的看我很難背。因為現在的那個增值稅，每一年的公告限制都在調的幅度很大，所以你越拖到後面的時候，繳的税會小死人。如果自住的話，就不會有這個問題。自己住會很久，你以後買賣它的稅金會高，就不要管它了。那方式買賣就是一次把稅繳完，增值稅什麼繳完，前面先痛就痛一次就沒事。對，我的做法就是說，因為我繼承所謂的增值稅的部分是免稅，所以我會認為這樣。它不是保障錢的問題啊。而你不知道有沒有孝順，我死了再給你，然後你現在我生病你會來看我，他是這樣。你如果家裡有3、5個的話，那乾脆買賣做一做。你在的時候他們很乖，你不在的時候開心的秀怕來個去亂啦。萬一家裡有的很窮沒有錢，買賣的時候那個增值稅一繳下去好幾百萬，不得了呢。有時候如果我們繼承到，比如說有老透天、公寓跟華廈。這3種又有哪一種會是比較好？哪些又是比較不好處理？當然是透天比較好了，因為今天值錢的不是房子，因為房子已經都40、50年，值錢的是所謂的土地。那你想想看，一個透天最起碼有20、30坪的土地，你將來去都更的時候，我跟你講，那可能你是透天的話，你就可以分好幾戶。你如果是公寓的話，你1坪換1坪，不管是4樓、5樓，4樓都是1/8，5樓是1/10，它是1/1比較錢。然後看你的地方哦，看你的區域，看你們家的面前道路有沒有辦法到那個地方，還有看你的容積夠不夠，不然你分不回去。我跟你講，沒有就是了然吶。朱哥講的都不對，不要聽他話。為什麼？公寓就1個樓層，所以它的維修公寓是150，透天大部分都50年了，透天都在鄉下嘛。那假設透天1到3樓，因為它蓋的比較早，結構沒那麼強，更容易漏水，還有牆面什麼那些。透天是450，不要談都更啊，賣掉換現金啊。朱哥，我這波有點比較戰帥大哥。透天好在什麼？透天常常我們間房子啦，你現在是不是一個人住啦？
有沒有人要跟你住啦？你不要所以哦，5個房間幹嘛？我現在2房就可以了。很多大同區的房子都是透天哦，那個透天我跟還是商業區。2樓你走得上去嗎？啊，他怎麼幹嘛走走上去？我等都更就好，我租給人家啊。底下就租店面，楼上租給人家。我隔5個套房的时候，我就做包租公，你講高話，你講沒清楚。我還講留下來就是寶。迪化街嘛，延平北路嘛。哇，迪化街唔通，迪化街的是我都更，因為那是古蹟，但是它可以賣農機，可以。延平北路呢？哦，延平北路不錯啊，有很多是商業區。大安區透天你要不要？大安區沒有透天了，很少。有啦，還是有啦，比較少啦。華廈也就蠻好的啊。要看你的華廈是有多少年。你如果說繼承了40、50年的華廈的話，我跟你講，那你要去換電梯，我告訴你就不得了哦，還要拉皮。除非你老宅延壽了，不然的話，我告訴你，你繼承的華廈也是一個負擔，還不如要公寓，可以去做都更的條件。華廈完了，沒人要跟你都更了。這樣跟你講哈，民國62年以前是蓋透天跟3樓，62到64是4樓，啊65到68是5樓，啊68到72是華廈6到4樓。你什麼活歷史？你好啊，74年以後都蓋12樓的，華廈是民國70年左右。到今年而言45年了，大概35年左右，那個電梯愛貴的，我說全部攏愛挖吼，挖一個350萬，一個人愛出7萬，7萬落以後，還45天，因為我電梯你袂使坐電梯，啊45天的也是講5樓以上的人，攏愛去外口租厝。你逐天買一個才加8樓，一定是沒有繼承到就完了嗎？不要想太多了，你人生完了還不用想太多。像我有時候當然是在看那個大陸爽劇，你看它穿越時代，看看很爽，明天重新開始，就這樣啊，不然這樣早一點睡啦，夢中什麼都有了。太難了啦，我實在講太難了啦，在台北市買個3000萬的房子真的沒有辦法，中位數的平均薪資大概5萬多啦。5萬多，請問你怎麼買房子？假設了還要靠自己，就比較偏遠的從化區，1手5買，4年啊，自備款25%，差不多300幾萬，停出來以後，後邊過30年慢慢啦，也許10年20年有賺到錢賣掉，搬到台北市。先求有啦，再求好啦。對，就台北縣市而言，我今天還要告訴你，就我常常講的話，下面都一堆人在罵。淡海新市鎮，淡海上班只要1個小時，舊的大樓還有25萬，家攏無啊啦。跟各位年輕人講，買房子從來沒有輕鬆過。81年買2400多，那我也在3年之內把貸款全部還掉，所以那時候是拼命想辦法賺。你有負擔以後，你會拼命想。我今天買房子也不輕鬆，不要認為你父母親輕鬆。我今天買啊，故意2000多萬，我怎麼買得起？不，你就貸款。我還是奉勸你，你沒有先買下來去扛，你以後不會輕鬆。你不要認為說租房子比較輕鬆，但是你早晚要買一間房子，我知道壓力很大，日子難過，天天過10年、15年，回頭一看，逃鬼心的鬼過了一半。那你也不要認為說還30年，天哪，有多痛苦？不是這樣。對，因為平均13年到15年你會賣，所以你還本息攤還13年，你很痛苦。賣掉以後，第一房子上漲，第二當時買的本金，跟你還銀行貸款的本金會3個同時回來啊，不然你都不買，30歲60歲了，你還是那時候也是要痛苦。我自己也蠻有感的，因為有時候跟身邊的朋友在聊的時候，就會發現，像是我是中部人，然後他爸爸媽媽可能是北部人，在爸爸媽媽是一樣年齡的情況之下，他們可能30年前在台中買的房子，可能現在漲價的幅度還沒有那麼高，但是買在台北，當初800萬哦，現在變3、4千萬，也是差蠻多的耶。區域是不是也很有差？你今天即便是繼承到雙北的精華區域裡面，有很多東西是沒有辦法用的，沒有保存登記的房子，也許它是違章，或是說它只有建造，後面沒有去做登記的時候，那個房子是不值錢的。有的是只有地上權的是那個土地的權，可能是國有地或是私有地，那這樣子的話，你要去先跟他去申購。有的是在上面蓋了房子以後，沒有去做保存登記的話，那個房子你沒有往上保存登記，銀行不會限你錢。你拿那個房子的話，坦白講是沒有什麼用的。如果繼承到一些偏鄉的話，可能又會有哪一些問題出現呢？偏鄉的話，滿6年你直接賣掉了，不要留，因為它會跌。台北市的公寓，假設你繼承到，
6年後一定要賣。對，因為它不會都更。現在流行的是有電梯，新的舊的不管有電梯，我比較能住。台北市有一些公寓賣90萬、100萬，裡面含有以後都更的價值。因為都更我賣過忠孝東路4段，永春捷運站旁邊，那邊的忠孝東路4段，我賣給建商，這一排40幾間，建商買在這裡就是卡位。以後大家談都更，我在那邊聽，30年不會賣。6都還至少比較有機會都更，對，就會擔心如果繼承到偏鄉的話，你要等它都更又要等很久。但是如果真的6都的話，我只有雙北有機會，其他的地方你房價沒有破百，你不要想去等都更，因為大家都要一坪啊一坪的時候，你怎麼分得回去？宜蘭啊、基隆、花蓮、桃園啊，桃園已經很熱鬧。你這輩子不會都更，公益不會都更。花東呢？如果是東部地區，那就永遠不可能。你自己出錢，有可能；建商來給你起分的，無可能。金別啦，因為你每一年還要繳房屋稅、地價稅。這個老房子的話，那個維護費下來有時候比稅還高。因為我們超過45年以上的房子的話，那個房屋稅就是已經歸零了。但是地價稅它是每年逐年往上漲的話，你不早點賣，以後賣的時候，我跟你講，光那個所謂的增值稅繳下來會繳死人的。你繼承到不管是蛋白區或偏鄉都不管，你繼承的地方跟你發展的並不一樣。繼承的房子是要等多久才要賣掉？把它賣掉了以後，你要買一手屋。那我媽媽是在新店，我也許發展是在內湖，所以我媽媽給我的話，假設兄弟多。我會立刻賣，稅金會比較重，立刻賣，大家分一分，各自發展。假設只有我一個，新店那個我放6年，然後再來賣，然後賣了以後拿到錢，我要到內湖發展，因為我工作在內湖，新店太遠，依照我個人的情況，適合不適合發展。好比說我爸爸以前在羅東，那我都不會在羅東發展，我繼承完了，我當然是賣掉，所以還是把它換成一筆錢，在台北市，假設是公益，我是贊成趕快賣，因為它後面會跌。假設有電梯的，我認為以後會漲。到底為什麼會有這麼多的房子可以呢傳承給後代來繼承？因為我們2個都是善惡因而少的，我們2個又有一個特色，我們2個沒有股票。那我們這70歲的人，我們之所以今天很有錢，不是因為我們以前薪水平很高，不是，是因為買了房子，房子漲，買了房子，房子漲，是因為房子上漲，那個是時代產生的紅利。因為房子便宜，隨便買，隨便就賺。我們薪水低，但是我們存一點錢在標會，我們買得到。其實年輕人現在會去買的時候，他不會去買老公寓，他會去買大樓，因為大樓是一個槓桿的原理。因為大樓的時候，你只要付20%的這個自備款，20%的自備款可能3年、4年、5年，他才會去攤完，才會幹完。剩下的部分80%的部分去分期付款，然後他可以擁有一個房子，所以他又可以進入一個所謂的他自己有產階級，又有房子住。如果從爸爸媽媽那邊繼承到房子，真的要心存感恩，而且要孝順，然后也要努力靠自己打拼哦，也可能可以靠你自己成为富1代。今天非常感謝朱哥還有帥大哥，然後跟我們分享了很多關於遺產繼承啊，然後該怎麼做啊，還有呢怎麼來看地段啊的一些方式，也再次謝謝2位，拜拜，拜拜。